看过《悬崖之上》，但你真正了解乌特拉任务背景吗？1932年，哈尔滨沦陷。日本人在哈尔滨成立731细菌部队，这是一支号称人类史上最无人性的部队。他们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细菌实验，企图通过生物化学武器消灭国人。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是暗无天日下的人间地狱，把国人关进充满毒气的实验室，5分钟内即可患上肺炎，而后在体内注射不同化学毒药，观察谁最先死亡。此外还有冻伤实验，把人关在零下35度室外，一遍又一遍洒上凉水，身体冻僵后一棒子敲碎四肢，把人活活折磨致死。日本人还将细菌植入苹果中，通过食物传播疾病，用陶瓷制作细菌弹，中弹的人面目全非。他们还扩散鼠疫和跳蚤，想通过动物扩散传染源。当时的日本人把抓到我党的情报人员直接关押到731化学实验室严刑逼供，其变态刑法层出不穷，有高达500多种酷刑。如在《悬崖之上》中，张译遭受的电刑只是变态刑法中的冰山一角。电刑分为脑通电、手指通电、水中通电、耳朵通电等等。为满足日本人的兽性，他们还发明了实刑，给犯人口中灌进多种污秽之物，更有甚者会强行灌下老鼠，其残忍程度无法想象。但这就是真正的历史，拳打脚踢甚至枪决是特工最想要的结局。张艺谋悬崖之上的乌特拉行动，就是护送从731实验室逃出来的战友王子阳，让他揭发日本人犯下的反人类罪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悬崖之上的特工们拼死也要完成护送他的任务。所以日本人为了防止罪行败露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出4名特工，试图掩盖那段滔天罪行。电影中，张译、朱亚文等4人曾在苏联接受7个月培训，而历史上中共特工在苏联接受的课程不止片中提到的跳伞、射击、格斗、俄语，还包括爆破、军用化学、秘密工作、开车、政治、射击战术等。这一次他们执行乌特拉任务已经做好了牺牲准备，所以4人随身携带毒药，防止被抓后进行惨绝人寰的虐待。电影《悬崖之上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希望国人牢记那段历史，勿忘国耻，警钟长鸣，奋发图强，振兴中华，山河无恙，英雄不朽。好了，本期影片到这里了，我是怪兽，下期见，拜拜。